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达海尔。今天这部影片我们要进行托丽纳修理耶的相关支线，也会完成大洞往南的这一片区域的探索。那我们先简单进行一个前景提要。我们最初应该在通往坡的十字记号有遇见修理耶，并且在龙香女巫的支线里面有跟她拿到一瓶修理耶的秘药。之后，如果我们探索到幽影城附近或者通村吊桥附近，如恩破碎，魅惑力量失效之后，再次回到通往坡的十字记号，找到修理耶，跟他对话之后，他会想起托丽娜，并且决定不顾一切的要找到托丽娜。在此之后，我们可以来到南方海岸进行一些探索。最后，我们从青安海岸十字记号沿着南侧这边的路，可以找到一个能够向下跳的大洞，从洞的西侧一路跳到最下面，就可以解锁今天我们的主要探索目标大洞的这个传送点。那如果你的大洞入口还是封印的话，可以回到通往坡的十字记号跟修理耶进行对话。修理耶会告诉你他要往南方前进，因为他听说在南方海岸有盛开托丽娜的深紫色水莲。在之后我们离开这边的传送点，也会发现修理耶已经离开了。好，那我们就传送到大洞，开始今天的探索吧。好，在大洞底下东侧这边会有一个隧道，我们可以骑一小段的马，然后马上被强迫下马。走进这个隧道里面，出口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一个石棺大洞的传送点。那摸一下字符之后，我们继续往下前进，在前面一点点会有一个上下坡的岔路，我们往上坡这边走。其实两边是一样的，只是走上面这边的话，可以多捡一些小型垃圾。那在上面这边的探索，有时候会有史莱姆从你头上掉下来，尤其是在你捡道具的前面，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。这个我捡完之后马上掉下来，还好没砸到我的头。不过上面是没什么东西可以搜刮啊。我们来到最下面这边会有一个切手怪，继续往前，这边的石头一踩上去，我们就马上会掉下来。当然摔下来是不扣血的。前面我们会看到一些血手怪，在上面那边的2个血手怪下面会有一个尸体，这个尸体上我们可以捡到幽影之地如恩3级的。从捡到如恩的地方继续往前，在东北方向我们可以看到传送点跟米凯拉的十字记号。传送点呢下面也会有一个幽影树碎片，接着我们做一下4符。这里是大洞的十字记号，然后等一下的探索为了方便，我会用到一个法术化为无形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下探索以前，前面有一个幽灵可以简单对话一下。这个幽灵告诉我们，米凯拉已经舍弃了自己的半身，那这个半身应该就是托丽娜。好，对话修整完之后，我们往西北方向前进。这里会需要走一个像石棺一样的地方吗？总之，我们从这个石棺上往西北方向走到底，可以找到一个可以跳下来的下坡路。跳下来之后，我们回头往东北方向看，这里又有一个可以跳下来的地方。来到最下面，我们往前到靠左侧的洞窟，这里面有一个道具可以捡，不过要小心，头上会掉一些史莱姆。等史莱姆跳下来之后，我们可以在前面捡到一个托丽娜的按键。捡完道具，我们出来，回头往右侧这边的石洞进行探索，一样要小心一些史莱姆。出来外面会有一个守灵鸟，可以先把它给击杀掉。我们再往前一点点，就会遇见这里一个比较麻烦的敌人，它有远程的追踪攻击。那使用化为无形的法术，可以帮助你接近敌人，但是只是帮助你能够在更靠近的时候不被发现而已。前面那个紫色眼睛的石头虫就是这里比较麻烦的敌人。我用化为无形的法术，但是在接近它的时候，还是会被它给察觉攻击到。那这边建议看到的每一个这个石头虫都要击到，不然的话，你继续往下探索会一直被它的追踪攻击给打到。然后在走位接近它的时候，可以用翻滚的或者一个 S 型走位，想办法规避它对你的攻击。那击到这边石头虫的西侧会有很多的圆形石头炸弹，靠近它们就会自己自爆。在这前面可以捡到一个8级的墓地铃兰，如果不缺又怕被炸到的玩家，可以不用来左侧这边探索，直接往右侧那边去走就可以了。一样，我们用化为无形，不然在接近敌人前就会被发现。出来一点点，我们会看到一个守灵鸟，先把它给击倒。继续往上，我们先来到后面这边，把刚刚那个一直在喷我们的石头虫给解决掉。在击倒这个石头虫的左边也会有一个6级锻造石可以捡。好，到下一个传送点前就只剩下前面这个石头虫，滚过去把这个石头虫也击倒。往前一点点跳，要小心，这边会有很多的爆弹。跳下来之后赶快往前，前面就可以看到下一个传送点了。这里是大洞中段。好，我们从大洞中段出来，想要捡垃圾的话，可以先往东侧这边走，在东侧这边会有一具尸体，上面可以捡到墓地铃兰7。接着我们回到传送点，往东北方向走，前面会有一个坡需要跳过去，跳上来之后往下看，这里是可以往下跳的。
在下面这边的平台前面的一个10块钱可以捡到容泥块的法术。捡完这个法术之后，我们继续往上探索。在去到上坡以前，要小心头上的史莱姆，可以等史莱姆落下来之后再往前，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点。这里有很多的骷髅士兵，他们还会丢火球怪。如果要击倒他们的话，就是把他们打倒之后要记得再补一刀，不然他们不会真的死亡。在最上面的洞窟跳下去，可以看到一个大型的史莱姆。经过这个大史莱姆往东南侧的出口出去，则可以看到一个狮子混种。击倒前面的大史莱姆是只能够获得锻造石，不过击倒这个狮子混种是可以获得相叠光环的一个祷告的。所以我们把这个狮子混种击倒之后，再继续往前探索。在前面一些石壁平台进行跳跳乐之后，会在最后发现一个传送点。这里是大洞的深处，大家可以在这边休整一下。等一下前面就是要挑战大洞这边的 BOSS 战了。我们从传送点出来，往前面的这个石梯上面走，走到最顶处可以看到一个灵魂。它告诉我们要有一跃而下的勇气。我们走到最前面的这个牛头这边，往下一跳，就可以来到这里的 BOSS 战了。跳下来之后，应该会在正前方看到一个金色的符文，这里我们可以召唤修理耶出来帮助我们助战。往前走一点点，当然也可以召唤出骨灰来助战。等一下我们要面对的敌人是容泥骑士，他会比较怕圣属性的攻击。如果你将他打到半血以下的话，他还会有大范围的蓝色冰冻伤害，这个要用跳的才可以躲开。那这个 BOSS 的血量不高，不过动来动去的，打起来也算比较麻烦了。击倒他之后可以获得容泥的追忆。我们在前面也可以看到一个4伏殿，这里是生子花园，大家可以先做个篝火休息一下。我们要继续往前进到前面的洞窟里。等一下虽然不用战斗，但是你会一直死掉。我们进到洞窟里面之后，可以看到修理耶在自言自语，旁边可以先捡一个托伊娜的信徒制作笔记。等修理耶自言自语结束之后，我们可以找他进行对话。他告诉我们，他现在沉浸在托伊娜的毒里面，如果我们像他这么做的话，会陷入永恒的睡眠。继续跟修理耶对话到重复之后，我们找到前面的紫色睡莲，这个就是托伊娜。跟他对话有吸取他花蜜的一个选项，我们会需要不停重复吸取托伊娜的花蜜，才有可能可以听到托伊娜对你说话。前面3次的吸取，你都会直接死亡。大家就是重复这个吸花蜜死亡、吸花蜜死亡的行为。在第4次吸取他的花蜜的时候，你同样会死亡。不过在死亡的时候，我们终于听到托伊娜的声音，他告诉我们阻止米凯拉，不要让他当上神奇。听到这段对话，我们复活之后去找到修理耶，传达托伊娜的话之后，他会不可置信，因为他是托伊娜最忠实的信徒。没想到他还没有听到，我们却先听到了托伊娜的话。跟修理耶对话完之后，我们再次到前面去吸食托伊娜的花蜜。这一次死掉之后，他告诉我们，神奇是牢笼，受囚禁的神奇是拯救不了任何人的。这一次我们复活之后没有办法直接回去找到托伊娜，因为我们被修理耶给入侵了。修理耶会用很多的毒技能，不过很好打出硬直，一套接上就可以直接秒杀。击倒他之后可以获得托伊娜的微笑，这是一个护符，周围有人陷入沉睡的时候可以提升攻击力。把修理耶击倒之后，我们再次回到洞窟里面跟修理耶进行对话。对话到重复，他会想知道托伊娜究竟说了什么，所以我们再次到前面去吸食托伊娜的花蜜。这一次托伊娜告诉我们要杀掉米凯拉，让他解脱。复活之后，我们回去找到修理耶，转达托伊娜的话，并且跟修理耶对话到重复。托伊耶跟修伊娜的相关支线到这边也就告一个段落了。如果你传送或者回去做个篝火，再回来找修理耶对话，修理耶就不会搭理你了。前面托伊娜的花蜜，假如你吸上瘾了，可以继续吸啦。只是吸完之后，他也只会重复告诉你杀掉米凯拉，让他解脱吧。完成这半部分的支线，在最后进行最终决战的时候，就可以召唤修理耶出来帮手，并且战斗结束之后，也可以找到他的遗体，获得他的一整套装备。最后传送回托伊娜在的洞窟，也可以获得托伊娜孤花的一个头盔。好啦，那托伊娜的相关支线我们就聊到这边。看完喜欢的话，千万不要忘记点赞订阅。我是大海人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